俄军休整带来的冲击波，西方情报界为何会如此认定普京要吞下战败的苦果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俄军在完成对利西昌斯克的攻占之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但是俄军的暂停行动，进行整合重组，又造成了另一个严重后果。西方国家再次燃起了乌克兰军队获胜的希望，特别是对乌克兰投入巨额资金的美英等国来说，其情报部门开始公开讲述俄军将会战败的预期，这就强化了西方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信息。乌克兰情报总局称，开战5个多月来，俄罗斯已经消耗掉了将近60%的导弹库存，俄军还失去了继续组织有规模攻坚战的能力。美国中情局认为，俄军战损减员已经超过6万人，其中1.5万人死亡，4.5万人受伤。俄军以乌克兰亲俄民兵的总兵力不足15万人，在1000公里的战线上面临着严重的兵力不足情况，甚至开始缺少弹药。乌克兰国防部长还宣布，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摧毁了50座俄军的弹药库。他说，海马斯削弱他们进行主动战斗或使用猛烈炮火覆盖我方武装部队的能力。乌军死亡人数也从一天400到600人降到了每天100到200人，这几天甚至降到了30人左右。西方因此认定，俄军短期内以休整为由，未发动像样的大型攻势。真正原因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俄军无法给乌军形成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等于给了乌军时间和空间去动员后备兵员，并接纳西方国家的武器，同时在作战中加速武器与人员训练的北约化。乌克兰驻美大使日前指出，乌方今年会有100万完成训练的兵员投入战场，明年还能再增加200万人。要注意，乌克兰是国土防御作战，可以最大限度地进行兵役动员，而俄军因为是出国作战，又没有正式宣战，只能动用合同兵，双方在兵力方面就存在着根本性的差距。俄罗斯最早在乌克兰战场投入了20万人，随后又把义务兵调回国内，然后开始把国内各地驻军的俄军合同兵送入乌克兰，还在社会上大量的招募新兵，甚至出现了招聘60岁以上的老人和罪犯的情况。以俄军第604特种部队为例，新加入的士兵只训练了3个月就被派上了战场，足见其缺员情况的确十分严重。影响战斗力的第2个因素是武器，俄罗斯在这方面仍然有比较大的潜力，主要是可以动用前苏联的库存。俄军开始使用 S-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打击地面目标，使用反舰导弹打击地面目标，甚至把老式的 T-62坦克送上前线。这充分证明俄军武器装备的消耗非常大。西方估计，俄军导弹等先进武器的弹药打了5个月，已经消耗了大半，剩下的可能就撑不到年底了。乌克兰在武器装备更新方面有自己的长远计划，也就是用人命换时间和空间，开始大量使用北约体制的武器和先进装备。乌军会先接收波兰、捷克等国提供的俄制装备急用，然后再花更多的时间让其武器系统逐步北约化。越来越多接受北约训练的乌克兰士兵加入战场，使用北约所提供的重型装备，这可能会成为影响俄乌冲突的关键变量。时间越往后，似乎对乌克兰越有利。当然，其前提是北约国家还会继续援助乌克兰。从乌克兰国防部长向北约提出的装备清单中可以发现，目前他们已经列装了12个炮兵营，到7月底可能会增加到24个炮兵营，同时接受的还有50万发制导炮弹。据估算，
只要乌军坚持到今年年底，那么乌军就真正拥有了与俄军在炮战中一较高下的实力了。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估计，如果让战争拖延到年底，俄军伤亡可能会超过10万人。若从双方兵员与武器装备这2个角度来进行观察，西方情报界认定，俄军可能再无获胜的可能性。当然，这是乌克兰和西方情报部门的一面之词，主要还要看俄罗斯军队未来能否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以及由大规模进攻所带来的乐观情绪。接下来，俄军仍然要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而且最好能打出几个有规模的进攻战役，否则未来必然会面对一支全面北约化的乌克兰军队。那么双方遭受的损失将会日趋增大。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